英雄，抓住那只兔子！好家伙，这比我弓箭还好使啊！有了这共享英雄视野，让他帮我捕猎的能力，我以后岂不是可以纵横山野了？上大祸了！我这陷阱怎么抓到一只鹰啊？英雄，我现在给你放了，你不能抓我。你可别咬我啊！以血为媒，欲受契约已签订。我没死啊！我的眼睛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怎么能看到两个画面呀？难道我和那只鹰视觉共享了？哎呀！以血为媒，欲受契约已签订。那只老鹰成了我的预售，我好像还能控制那只鹰的行为。英雄，你能帮我找只兔子吗？我真的通过英雄找到了一只兔子，有了这功能，这山里的宝物岂不是唾手可得？英雄，抓住那只兔子！好家伙，这比我弓箭还好使啊！有了这共享英雄视野，让他帮我捕猎的能力，我以后岂不是可以纵横山野了？家里的生活很快也能好起来。英雄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叫风铃吧，跟我一起打猎。哎呦，这出来一整天了，娘和知夜肯定担心坏了。知夜，哥哥，知夜，哥哥，哎，知夜，娘终于找到你了，知夜。哥哥，娘，知月，你们怎么上山了？我跟娘没等到哥哥回家吃饭，担心哥哥出事，就来山里找哥哥了。知夜，你怎么受伤了呀？娘，我没事儿，就蹭破点皮，没事儿。哥，这是娘给你煮的鸡蛋，你打猎一天没吃什么东西吧？你吃完就不疼了。这颗鸡蛋，妹妹馋了好久，娘一直舍不得给她吃，没想到是留给我的。我一定要靠着风铃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知月，哥哥不饿，你自己吃啊。哥，这只兔子是你打的吗？当然了，就一只兔子，顶多让娘和知月垫垫肚子，得再找些猎物才行。风铃，飞高一点，让我看看附近有没有猎物。发现猎物了！我的预售发现猎物了，是山鸡！太好了，山鸡能吃也能卖。知月，哥哥晚上给你做肉吃。娘，我刚才在山上看见有一窝野鸡，我呢去把它们打回来，咱们带回去。你们就在这儿等我，我很快回来。可是你这个伤……娘，放心吧，没事儿。那你千万小心啊，千万小心。慢点啊！娘，哥哥今天好厉害呀！月儿，你哥可厉害了。风铃，咱们比一比，看谁逮得多。风铃，好样的！有了风铃，打猎就是方便多了。今天可是大丰收啊！天色也不早了，先回去找娘跟知月，明天再上山打猎吧。风铃，走了。娘，你看我抓到了什么？啊，知意啊，这么多野鸡都是你打的？一家4口全被我端了。哥哥，你比以前厉害了好多，一下子就打到了这么多猎物，晚上是不是就可以吃肉肉了？当然了，晚上哥哥就给你做肉吃。不仅如此呀，哥哥还会打更多的猎物，然后卖到镇里。咱们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以后天天都有肉吃了，再也不用吃野菜糊糊了。知意啊，你长大了。走吧，回家吃肉。走。小鸡炖蘑菇来啦！好香啊！快吃吧。哥，这鸡肉我真的能吃吗？当然了，以后哥打到的猎物啊，最好的都给你和娘，快吃吧。你也吃。这鸡肉好好吃呀！哥娘，你们也吃。娘，多吃点。你也吃呀，来。
这光有菜也吃不饱。哦，明天啊，我要去趟山里，打些猎物去镇上卖，给家里啊买点米和面。大妹子，嘿呦，在家呢。哎，王婶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家没什么吃食了，我给你们拿了点粟米，赶紧给孩子弄点吃的。还有，这篓是我新编的，你们先用。王姐，你平时都已经这么帮衬我们了，你家的日子也不大好过，你说这些干啥呀？这都是顺手的事儿，赶紧给孩子弄点吃的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王婶儿。王婶儿，这个是我今天刚打的野鸡，您呀带回去尝尝。哟，这是你打的呀？对啊，对，一早上就上山了呢。哎呀，知意这孩子现在真是长大懂事了，他有这打猎的本事啊，你们家的日子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那我就放心了啊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，你们就只管叫我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鸡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慢点啊，王姐。娘，我知道这王婶啊，平日里没少帮衬咱们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找机会报答她。明儿啊，我还得一早上山去打猎，我先去睡觉了啊。哦，行，那你赶紧去休息吧。你哥哥呀，真的是能撑起这个家了。风铃，争取多找些猎物，拿到镇上多卖些钱，给家里多备些粮食。这是野鸡蛋，正好给娘跟知月补补身子。哎，可惜就一只。哎，又一只。风铃，好样的，这打猎太轻松了。这野鸡拿到镇上应该能卖不少钱。2只鸡，1窝鸡蛋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风铃发现了一片蘑菇，这么大一片，这拿到镇上，应该也能卖不少钱。这采的也差不多了，先去镇上把这些全给卖了。听说这风月楼收山货，这又是镇上最大的酒楼，给的价格应该公道的吧？哎，这位管事，在下来自云深村，这个是我今天刚从山上打的野鸡和蘑菇，您这收不收？收。不过小兄弟，你确定这是你今天新打的？哎呀，掌柜的，您可以看看。哟，这野鸡肉质紧实，毛色鲜艳。这蘑菇的品质也是相当不错哎。我全收了。哎呦，您确定您都要了？在下姓徐，是这风月楼的管事。不瞒您说，这几天啊，顾客都想吃新鲜的野味儿，但之前那些贩子送来的货都不新鲜，所以啊，这客流最近少了不少。我们掌柜的命我3日之内必须找到。你这可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！小伙子，你这野鸡跟蘑菇怎么卖啊？我这一只野鸡啊，35文，1斤蘑菇10文钱。你要是都要了，我再给你便宜点儿。小伙子，不光人长得帅气，品行还这么端正。哎，你这货这么好，卖便宜了。野鸡我算你40文1斤，这蘑菇算12文1斤，你看如何？那多谢徐管事了。客气，我让小二来称一下这蘑菇。小二，哎，来啦！把这山货称一称。徐管事，一共44斤。这44斤蘑菇呢，我给你算528文；4只野鸡160文，一共是688文。这样，我给你算700文，如何？多谢徐管事。客气。小二，快去账房取钱来。哎，好。这是700文钱，你数数。
小兄弟，我还有一件小事想麻烦你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忙？在下沈之意，徐管事，你有什么事尽管说，如果我能做到，一定尽力。那就感谢沈兄弟了。是这样，有一个大户3日之后要在咱们酒楼宴请，指明要这野猪肉和50斤松茸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啊？有风铃在，这些东西肯定能找到，没问题。徐管事，我争取明日下山前给您送过来，让您提前准备。仅需1日时间？对，就1日。好，来，这10文银子就当是定金，剩下的货款等野猪和这山货到了之后，再一并给你补齐。哎，也请兄弟以后有了新鲜山货，优先享着我们风月楼啊！哎呦，多谢徐管事信任，您放心，一定不让您失望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告辞。哥，你回来啦！怎么样？去镇上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我这次没带多少猎物，还买了点东西，剩下的300多文都给你，娘。都给我？你自己不留一些吗？哎呦，我也没什么用钱的地方，以后啊挣了钱都给您保管。哥，你买的什么呀？我呀，给你买了点糖，你尝尝。哇，这糖好甜啊！娘，我买了20斤白面，20斤大米，还有2斤菜籽油。知月呀，现在正在长身体，得吃点细粮。哥，你是不是说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吃野菜糊糊了？当然了，以后咱们天天吃细粮。太好了，娘，你听见了吗？哥说我们以后都能吃白面了。娘，你也吃糖。娘，我呀捡了几个野鸡蛋，我去做饭，明天一早我带上山。行。这野猪陷阱差不多就做好了，等他们自己往上撞就行。风铃，咱们先去找松茸，要品质好的啊。嚯，太好了，2只野猪。哎，嘿。这大的给徐管事，这小的拿回家自己吃。风铃，咱们走吧。徐管事，你看这都下午了，沈小哥还没来，您说他是不是没找到野猪和松茸啊？那咱们的那10文定金，只怕是打水漂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昨天我沈老弟的货品，你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就连掌柜的都说好。而且我看沈老弟的面相也不像是个坏人，蛮老实的。再说，不就是10文钱吗？10文钱是不多，但是得罪了贵客怎么办？徐管事，听说您急需这松茸，我特意去那山里摘了一些新鲜的松茸。您看看这品质，绝对顶级的。吴贩子，你管这叫顶级品质啊？你看这盖帽上都已经弯曲卷边了，一看就是放了好几天的陈货，这炖出肉来能香吗？哎，徐管事，在这山里摘着松茸不容易，而且最近天旱，能找到这些就不错了。这样，我给您便宜点，就30文1斤，怎么样？徐管事，要不还是把货收了吧？离宴请就剩2天了，咱后厨已经没有存货了。要是那姓沈的真不来，野猪再另想办法。您这是和其他人订了野猪和松茸？徐管事，不是我给您泼冷水啊，这野猪那可是凶得很啊，寻常猎户那都是组队才能对付，哪是随便哪个小子就能打的？依我看，您那10文钱怕是被骗了吧？就是，我看那10文钱就不该给那穷小子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沈小哥要是天黑之前回不来，这松茸的事儿咱们再想想办法。你这松茸品质不行，我们不能砸自己家招牌，你卖给别人去吧。徐管事，您再这么等下去，
耽误了那大户人家的好事，那掌柜的要是怪罪下来，您可担待不起呀。是啊，徐管事，都这个时辰了，那姓沈的肯定来不了了。10文钱白花了事小，那大户人家咱可得罪不起呀。哎，再等等。徐管事啊，依我看啊，这小子就是个骗子。您呀，就收了我这松茸吧，起码有个交代不是？谁说我是骗子？哟，沈老弟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徐管事，这野猪跟松茸我都给你带回来了。沈老弟，你确定这野猪是你一个人打来的？这打野猪的时候啊，浪费了点时间，让您担心了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我就知道沈兄弟你有这个本事。这么大的2只野猪，你是怎么打到的？有风铃在，打什么都不难。这个打野猪啊，有了经验就好打多了。您看这只大的，您够不够用？您要是够用，那头小的我就带回家去了。还有这松茸，您看符不符合您的要求？哎呀，够用，够用。松茸那可是军中之王，5年才能长成，普通人见都没见过，更别说吃了。你这松茸恐怕是假的吧？是不是糊弄徐管事呢？这位大哥，您既然知道这松茸是军中之王，那你自然也能认出我这松茸的品质吧？你看这松茸，这伞柄呈浅白色、淡黄色，这伞杆粗且湿润，上面虫伤极少，说明啊，生长环境非常纯净，这才是顶级的好货呀！不可能，这山里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松茸？我在山里找了好几天才找到这么一点儿。徐管事，你再好好看看，他这绝对是什么障眼法呀！吴贩子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采买，还分不清货物的好坏不成？不敢，不敢。徐管事，猪肉和松茸你还满意吗？一等一的好货。你这2只野猪啊，通体黢黑，四肢发达，一看就是经常在山上跑的。这松茸的品质啊，更是一等一的好货。那岂止是满意啊，简直是帮了哥哥的大忙了。谢兄弟。徐管事满意就好。这野猪呢，我给你算80文一斤；这松茸呢，我给你算40文一斤。你看可好？可以。快，称一称。来人，称一下野猪跟松茸。这么大一头野猪，得200多斤吧？这小子真厉害，一个人就把它打下来了。这松茸才厉害呢，没听刚刚吴贩子说吗？难找得很，虽然吃不起这么贵的食材，但亲眼看见也值了。野猪多少斤？徐管事，这野猪230斤。230斤野猪，按80文一斤就是18400文。松茸呢？徐管事，这松茸55斤，还多了5斤呢。55斤松茸，太好了，沈兄弟，你这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松茸按40文一斤，那就是2200文，一共就是20600文。沈兄弟，你看可对？我就不用看了，我相信徐管事。好，小二去拿钱。哎，来，这一共是20两0600文，你数数。这2两银子是我个人给你的，一是因为我跟小二对你的不信任，跟你道歉；二来呢，哥也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，以后你有这些好货，也想让你优先考虑我们风月楼啊。徐管事，这银子我不能要，就按咱们之前说好的价格就行。再说了，定金你都付过了。哎，让你拿你就拿，一来呢，你的货物品质高，值这个价；二来呢，我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。沈小哥，今天是我不对，您就收下吧。我们管事很少看中一个人的。行，那多谢徐管事了。日后您这再有什么需要，我一定尽快给您送过来。这要紧的事儿啊，都已经办妥了。不过，老哥确实有一点小事儿，想麻烦你。你闲暇无事的时候，能不能从山上多采一些野菜回来？一呢，我们楼里的贵客都喜欢吃；二来呢，也是我们酒楼的常备菜。没问题，
那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还得去采买些东西，我得先告辞了。再会。哎，沈小哥这一身本领，未来不可限量啊。搬货。是。风铃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一天就让我赚了20两，这可是普通农户1年都赚不到的钱。嘿呀，这有了风铃，赚钱真简单。知月，跟娘去找找哥哥去。哎，娘，你们要出去干嘛去？你这是去哪儿了？这么晚还不回来，我们都担心死了，准备去找你呢。嘿，没事儿，我给风远楼送货去了。好大的野猪呀！这么大一头野猪，你打的？你受伤了吗？娘，你放心吧，一点事没有。我呀，打了2只野猪，大的我给风远楼送过去了，小的咱刘家自己吃。这只野猪是真的吗？这么大一只，能吃好长时间了呢。当然是真的了，只要你想吃肉，哥就给你打。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娘，我呀买了几匹布，你和知月做点衣服穿。有肉吃，还有新衣服穿。娘不需要新衣服，你和知月2个人，一人多做2件啊。哎呦，娘，那就是给你买的，你的衣服都快不能穿了。来，打开看看。真是这么多银子啊！娘，给我看看，我还没有见过银子呢。娘，这个都是我卖松茸跟野猪赚来的，一共20两，零钱啊，我用来买布匹了。以前家里几文钱都得省着点花，你现在一天居然能挣这么多银子。娘，这银子呀，您收好，以后想买什么您就买点什么。知意啊，你真的长大了，娘真的太高兴了。娘，哥赚了这么多银子，还让我们吃肉，还给我们弄新衣服穿，娘，你不应该开心吗？就是啊，娘，知月说的对，您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哦，还有件事儿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您看啊，这么些年，这王婶儿也没少帮着咱们家。我想一会儿啊，给后猪腿切下来1条，给她送过去，您看行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行，那就听你的。哎呀，这是要给我送什么好东西啊？王姐，有吃的呀，自己留着。我呢，在山上打了些野果子，晒干了，给你们尝尝。王姐，你这总是给我们送东西，那有啥呀？跟我还客气啊？王婶儿，您来的正好，我呀打了头野猪，正想着给您送点肉过去呢。您等会儿啊，我处理一下。这么大的野猪啊，知意，你自己打的？运气好嘛。你可太有本事了。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，我不能要，帮助你们啊，那都是应该的。这东西我不能要，你们自己留着吃。哎呀，王姐，你就收下吧，你这老帮衬我们，你不收下，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。哎呀，王婶，您看这野猪这么大，我们也吃不完啊。您要是不要，那您不是欠坏了吗？这我收下吧，姐。那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行，婶儿，那你坐会儿，我给你处理一下，很快就好。哥，我来帮你。风铃，今天我们去找一些新鲜的野菜，你看哪里比较多？哎，这荠菜的嫩度刚刚好，无论是清炒还是做荠菜馅饺子，都很好吃。风铃，这附近有没有马齿苋？一种野菜太单调了。风铃，你真是这山里的活地图啊！这些差不多应该就足够了。这野菜放久了也不新鲜，我先去给他送到枫叶楼。这是水果笋。真的是水果笋啊！这种笋可以生吃，味道甘甜。没想到这山里居然有这么多。
这水果笋比普通的笋可甜太多了。无论是生吃、凉拌还是炒着吃，都好吃。这要是拿到镇子上去卖，肯定能值不少钱。这么大一片，得有8亩地呢吧？王良，你太棒了！哎呀，不过这么多笋，我自己肯定挖不完，到时候叫上娘跟王婶上来一起挖。我先挖几根，给镇上的徐管事拿去尝尝，他一定很高兴。嘿，哎，客官里面请。徐管事，这是我呀，今天刚摘的新鲜野菜，不知道您这收不收啊？我看看。哟，这野菜品质极高啊！沈老弟，你是师承何处啊？怎么这野菜的品质也比别的商贩好上不少啊？在山里行走多了，自然也就熟悉了。这野菜呀，长在深山里，那环境好，长得自然就好了。这样，荠菜我给你算15文一斤，这马齿苋呢，给你算20文一斤，都比市面上价格给的高，你看可好？哎呦，徐管事，您给的价格一向公道，没问题。好，小二，哎，把这野菜称一称。哎，稍等。这个徐管事，我这还有一样宝贝，不知道您收不收啊？老弟，你还有宝贝，快拿出来，让哥哥瞧瞧。不知道此物你见没见过呀？啊，这个看着像笋，但跟平常用的笋又不大一样。哎呀，老弟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是水果笋啊，你尝尝。这笋怎么能生吃呢？必须泡水煮熟才能去其苦味啊！这是水果笋，不苦的，能生吃。来，尝尝。这笋居然是甜的。哎，沈老弟，那这笋只能生吃吗？当然不是，它不光能生吃，还能清炒，还能凉拌。这一种食材啊，可以做出多种菜品。这笋就这几根吗？当然不是，那山上还有好多呢。我不寻思采几根让你尝尝，看你收不收嘛？收。我先定个小目标，咱先收他200斤。成，那我明天挖完给您送过来。沈老弟，你打的这些山货呀，不光品质好，还时不时的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新鲜玩意儿。我们风月楼的生意啊，是越来越好了。哎，真是感谢你。哎，小二，称好了没有啊？徐管事，荠菜35斤，马齿苋30斤，一共1两零150文。好。沈老弟啊，这野菜都是名价，我也给不了你更高的价格。但是放心，这水果笋呐，我一定是高价收。那这几根您留着吃，我明日再来。告辞。告辞。哎呀，这么多笋呢！就这儿的笋呐，长得最好。咱们先挖这儿，不过得小心点，千万不能给挖断了。好嘞，行。那我呢？我干什么？志愿你啊，你就帮我把挖出来的笋放到筐里。不过你可得小心点，可不能把笋一弄破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装得整整齐齐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争取中午之前挖完。没问题。好嘞。这笋呐，又大又新鲜的，这要拿到集市上，那不还得抢着要啊？你可真是有福气，这孩子总能找到好东西。哎，多亏了知意，现在我们家的日子总算是有点盼头了。咱们今天就挖这些吧，咱们准备回家。可是这里还有很多笋呀。可是咱们再挖也运不回去呀，这算上我放在马车上那些啊，得有个1000多斤了吧？哟，这么多了呢！这拿到镇上足够卖了。知月呀，听你哥哥的，什么时候需要咱们再来挖。那啥时候需要我了，随时叫我啊。但是被人家挖走了怎么办？哎，知月呀，你看啊，这个深山平时都没有什么人敢来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人的啊。好吧。
娘，这筐里的笋呢，你和王婶分一下。这车上的笋啊，我就拿到镇上去卖啊。行，没问题。啊，幸亏啊，你提前租了一辆马车，要不然这还真不好运。沈老弟，这大马车是你的？哎呦，专门从西域买的大洋马。真是好马。哎，这样，这水果笋呢，我给你按30文一斤，也是市场最高价。这200斤呢，总共是6两银子。哎，收好。哎呦，这多谢徐管事啊！你这马车上还有这么多笋，是打算卖到哪里？我这打算骑着我的大洋马拉到西市集去卖。这天色已经不早了，那我就骑着我的洋马先去了啊。好，再会。各位，新鲜的水果笋不甜不要钱啊，大家可以先尝一尝。小伙子，你这青笋要30文一斤，抢钱呐！好的春笋也就10文一斤，你这笋和普通笋也没有什么区别呀。我卖了这么多年菜，还没有听说过什么水果笋，是不是你想卖高价起的名字呀？你们大家可以先尝一尝，尝完之后再下结论。很甜，还很爽口。 30文确实不贵。小伙子，做生意要实在，不能胡乱喊价。这笋虽然有点甜，但30文一斤还是太贵了。你要是降到10文，我们大家还都能买几斤回去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我这笋可跟春笋不一样，它不仅可以生吃，炒着吃更鲜，还能凉拌当成菜，晒干之后保存的时间更长，所以30文真不贵。这水果笋的价值远不止30文，再等一等吧。是水果笋。我找了这么多天，没想到在这个小小的集市里面找到这么好的货。哼，你们俩不会是一伙的吧？这位大哥，看你这衣着也不像啊。不得无礼，这位可是仁德书斋的秦掌柜，全天下的各种食材什么没吃过，哪轮得到你质疑？是我们县城最大那个书斋，秦掌柜怎么会来我们镇上？小兄弟，你这水果笋有多少货？1000多斤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哈哈，好，我都要了。哎呦，秦掌柜，我这水果笋1斤是30文，我这有1000斤，您当真全要了？30文不算贵，1000斤也不算多。我这些货是要送往全国各地的，如果没有人预定的话，我都要了。没有预定，秦掌柜，您书斋在何处啊？我给您送过去。不用，我有马车可以送过去，把这些水果笋送回书斋。是，掌柜的。哎，钱给我。这是30两银子，不知道小兄弟贵姓啊？哦，在下沈之意，多谢秦掌柜。沈兄弟，你这些竹笋是从何得来？不知是否还有其他的货啊？还有这山上没挖的，大概还有3000多斤。3000斤？好，这3000斤水果笋我全都要了。这是我仁德书斋的牌子。到时候你把笋直接送到书斋去就可以了。现在京城人人都喜欢的水果笋，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找不着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找着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45两银子，只当是定金，等货到后一并付清。成，最晚后天一定给您送到。好啊，沈兄弟，如果日后还有什么稀罕的山货，都可以送到书斋去，我都收。好，多谢秦掌柜。秦掌柜是要把这些青笋运到京城啊，还真是稀罕货。是啊，这小子真走运，居然搭上秦掌柜这样的大人物。沈兄弟，后日见。哥，你回来了。来坐下，快。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来，先喝口水。我这路上啊，碰到了仁德书斋的掌柜，他把那些笋全买了。啥？他一个人全要了？那可是1000斤呢！可不止那1000斤，山上的笋他都要了。所以啊，明天还得辛苦你们再跟我上山。好，我们不麻烦，
我们也不辛苦，就是你呀，多休息休息啊。哎，我没事，娘。小妹子呀，我看到你们这一家呀，日子越来越好，我看着我就高兴。王婶啊，这3两银子你拿着，这是您挖笋的工钱。哎，不行，这钱我哪能要呢？再说了，上回你给我那野猪肉，我这心里我都够感激的了，这钱我绝对不能要，不能要。王婶儿，要是没有您的话，我们也挖不了这么快。这钱呀，是您应得的。就是啊，王姐，你就收下吧。知意说的没错，这钱是你挣的，你就拿着吧，然后回头买点粮食给娃补补。不行，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拿着吧。我觉得哥说的对，王婶儿，这钱你就收下吧。那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以后呢，不管是挖笋还是干别的，只要需要我，你就随时喊我啊。成。哦，来，衣服做好了，你赶紧试试。你娘现在这个做衣服的手艺啊，越来越好了，赶紧试试啊！我也要试新衣服。你也试新衣服啊？来。哇，布料好软啊！单这笋就赚了120多两银子，分了以后一定还会带来更多惊喜。给秦掌柜的3000斤笋已经送过去了，得了45两银子。先给家里买点细盐，剩下的交给娘。沈兄弟，哎呀，沈兄弟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要是再不出现，我可要去那云深村找你了。哎呦，徐管事，你这么着急是风月楼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哎，不是，是这样，京城啊来了一名贵客，指名道姓要吃楼里的蜂蜜桂花糕，而且啊必须得是野生蜂蜜，这花香味浓，而且浓稠。这野生蜂蜜我找遍了里里外外，根本找不到啊！我一想，沈兄弟你神通广大，肯定有办法。什么时候要？3日之内可否弄到？这贵宾啊，一共就住5天，每天都要吃，起码需要10斤野生蜂蜜。掌柜的还说，这野生蜂蜜确实难找，如果能找到，愿意出100两。100两？小点声。只要能把这贵客伺候好了，别说是100两，将来啊能挣他个1000两、10000两，懂吗？有风铃在，找野生蜂蜜应该不难。这个野蜂蜜3日之内我一定给你找来。沈兄弟啊，我就知道交代你的事儿一定能办成。此说是成了啊，你可真是帮了哥哥的大忙。这样，你慢慢找蜂蜜，我现在啊回去跟掌柜的说一声啊。好，走，我的100两，记住了。风铃，今天我们要找野蜂蜜。这蜜蜂啊，喜欢在暖和的地方筑巢，你呀多注意点向阳的地方。风铃，你躲远点，别被烟熏到了。我呀，先拿烟把蜜蜂熏跑，再拿蜂蜜。这么浓稠的蜂蜜，肯定能挂上。徐管事说的那位贵客肯定会很满意的。风铃，再去找几处大蜂巢，这蜂蜜啊，也给娘跟志月带回去点。太好了，这么多蜂蜜足够了。哎，这是石斛。我记得石斛是非常名贵的中草药，可以滋阴清热，肯定值不少钱。风铃，你果然每次都能给我惊喜。采了30多只石斛，没想到出来找蜂蜜还能碰见这个好东西，这次可是赚大了。这天色还早，
先去镇上把蜂蜜给徐管事送过去，然后再去药铺问问这10壶能值多少钱。风铃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背篓里的好东西，要是交给我卖，这得赚多少钱呀？哎呦，黄虎，他这是见我赚了钱，想抢我的山货，绝不能让他得手。我这陷阱连野猪都能抓到，还抓不住你。王虎，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了，那就别怪我，好好教训一下你。一会儿我看你怎么嚣张。哼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哟，这不王虎吗？怎么躺下了？沈之一，你敢设陷阱害我？你等着！你别乱说话啊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挖的陷阱啊？你自己走路不小心摔倒了，别乱咬人。我行，这样吧，我也不跟你计较，把你背篓里的东西给我。哟，你都说了，这是我的背篓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那我看到就是我的。唉，你干什么，王虎？李正，没事儿，我俩是开玩笑呢，对吧，之一？我可没觉得你是在开玩笑。我们刚刚都听到了，你是平常嚣张跋扈惯了，觉得整座山都是你的，要不要去县衙问问知县大人？眼红知意赚到钱了就抢知意山货，活该越来越穷。就是好吃懒做，还想抢知意的山货，你怎么总干这种缺德事儿？李正，我知道错了。那个，知意，沈大哥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这次吧啊！想让我不计较也可以，那你耽误我去卖货的损失，你是不是得赔我点什么？我家都指着我买粮呢。知意说的对，王虎，你身上带了多少银两，全都赔给知意。我别墨迹。知意拿着。李正，我就这么多钱。别墨迹，就这么定了。李正，我可都给他了。多谢李正大人主持公道。知意啊，你现在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了，以后像这种事你就告诉我。哦，这时辰也不早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好，谢谢李正。你滚蛋！好嘞，李正，那我走了。徐管事，沈兄弟，你可算是来了。今天早上啊，贵客还嚷嚷着要吃这蜂蜜桂花糕，掌柜的急得已经上山亲自采蜜去了。徐管事，我说了能送来，那就肯定能送。这蜂蜜可是我早上刚采的，浓稠的很，您尝尝。这花香浓郁，而且浓稠，这蜜不错。以后我们风月楼的蜜啊，都从你这儿进。小二，拿银子。徐管事，这是200两，掌柜的说贵客高兴，另外100两是赏沈小哥的。啊，好。沈老弟，这200两银子，你拿着。徐管事，这蜂蜜虽好，但这10斤蜂蜜100两足够了。沈老弟，一来呢，你这蜂蜜啊，品质好，值这个价钱；二来呢，贵客喜欢，就会给我们风月楼带来更多的客人。这钱你拿着。现在啊，不是你靠着我们风月楼，而是我们风月楼要靠你赚钱。成，那我这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。那我还有事儿，先告辞了。碰见掌柜的，让他从山上赶紧下来。你们这收不收药材啊？一个乡野村夫，懂什么药材？别是些没用的草皮树根吧？我呀，从山上采了一些石斛，
敢问这儿的掌柜收不收啊？石斛，哼，我看你是想拿些普通的草藤来冒充药材，来骗我们药铺的钱吧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别影响我们做生意。哎，怎么跟顾客说话呢？凭穿着看人。我平时都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朱掌柜，我是怕他拿假药来骗你。去，干活去。这位小哥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听说你要卖石斛，能不能让我看看？这个呀，是我从老槐树那儿采的，根茎完整，没有虫蛀。这可是上等的野生铁皮石斛啊！你看，这缎面的翠绿色啊，还有这，淡淡的药香，是上等的好货，而且石斛完整，没有一丁点的破损呐。朱掌柜，这真是石斛，我看着跟普通草藤没什么区别啊。你懂什么？这石斛要是用来煲汤或者入药，能滋阴清热，对治疗肺虚咳嗽大有好处。而且这种品相的石斛十分罕见，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呀。掌柜的，那你收不收啊？收，现在正是收石斛的时候。你这里是多少株？32株。好，那我就给你5两一株，你32株就是160两，怎么样？掌柜的给的价格很公道，是你的石斛品质好，值这个价。去拿银子。小哥，你经常上山采药吗？是啊，我这儿呢上山采一些野菜跟蘑菇，偶尔也采一些药材。我有位朋友，这几日正在找10年生的野生人参，出价300两。若是你能找到，我可以帮你引荐。有风铃在，肯定能找到。掌柜的，那这天色还早，我呢立马去看看。太好了，那掌柜的，等我找到人参，我再来找您。好，那我就恭候小哥的好消息。告辞。风铃，这次要找10年野人参，靠你了。怎么全都是10年草藤啊？这人参叶子是掌状的，应该很好认才是。找到了。风铃，你一天就给我装了600两，这可得慢点挖呀，可不能把根须弄断了。10年人参弄断根须就不值钱了。哎呦，这人参的根须快跟我拇指一样粗了，而且根须完整。幸好有风铃啊，要不然可找不到这么快。先给镇上的朱掌柜送过去。小哥，这位就是我跟你提到的朋友李公子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。这位小哥就是能找到人参的人，已经找到了吗？朱掌柜，李公子，这就是我在山上挖到的人参。这可是上等的野生人参啊，根须完整，根茎粗壮，炉头有1、2、3、10个清晰的炉碗啊！这人参很可能不止10年呢。我在京城找了这么久，都没有找到这么好的野生人参。这位小哥，这人参我要了，这是300两，谢谢小哥。在下知意，谢过朱掌柜、李公子。朱兄，你们这小镇子可真是卧虎藏龙啊！你认识了沈兄弟，以后什么珍贵药材找不到啊？是啊，承蒙沈兄弟看得起我这小药铺，以后沈兄弟要是得了上好的药材，可要想着点我们永安藤啊！我一定给你高价。没问题，那我就先告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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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沈兄弟，你可真让我一顿好找啊！你这怎么了，秦掌柜？水果笋出问题了？不是笋的事儿，是京城那边要100斤新鲜的高山木耳，而且让我10日之内送达。哎呀，你要知道，这高山木耳可是贡品级的食材，那我小小的书斋怎么可能会有呢？只能来求助沈兄弟了。毕竟你找到那个水果笋啊，还有人参，肯定也能找到这木耳。哎，沈兄弟你放心，
银子不是问题，只要你能帮我找到高山木耳，我出400两。这个黑木耳没问题，但是吧，它怎么了？是嫌银子少是吧？没关系，我还能再加。秦掌柜，我不是这意思，跟银子没关系。我是想问您啊，您知不知道这镇上哪块卖马车靠谱？我不寻思，我买辆马车，以后给您送木耳方便吗？马车呀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就往那边走，往前拐2条街，周掌柜他们家那车铺，在他那个轮子上面装了铁皮，特别的耐用。我们家那个书斋那个车都是他们家的。那我趁着天还没黑，我看看，天黑了这看不清楚。那个木耳不是问题啊，您放心，3日内一定给您送来，不耽误您往京城送。这下多谢沈兄弟了哈。知意，听说你买了辆新的马车，得多少银子呀？朋友介绍的，没花多少银子。谁能想到以前村里最穷的人，现在是村里第一个买马车的人。知意回来了。哥，你买马车了？是啊，为了送货方便嘛。你这样送货也太辛苦了，是该早点买马车了。娘，那我们回家吧，明天啊带你们试试。好，走。走吧。娘，这是今天赚的560两，你拿好。500两？娘祖上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有了这马车呀，咱们找山货更方便，以后啊会越赚越多的。500两银子，还有马车，知意，娘真的是太高兴了。哥，我们家有这么多银子，是不是每天都可以买糖吃，还有新衣服穿了？当然了，以后你想吃什么想穿什么，咱们就买什么。娘，明天我得去山上采点高山木耳，这秦老板要的多，所以还得麻烦你跟王婶跟我一起去。一家人，说什么帮不帮的？明儿一早啊，我就去找王婶，然后跟着你一块上山啊。哥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能帮忙。这采高山木耳太危险，你呀就在家里待着，听话啊。好吧，等下一次不危险的时候我再去好了。凤玲，今天我们找木耳，木耳喜欢长在腐朽的木头上，尤其是松腐木。你去悬崖下还有树荫浓密的地方看看，那块潮湿，容易长木耳。找到了。王婶、娘，咱们往那边走。没有野兽的脚印，应该安全。哟，知意，你咋知道这有木耳呢？这常年在山上打猎的人都找不着，你可太准了。我这就运气好，咱们先摘木耳吧。来，知意，怎么摘？这摘木耳啊，不能碰到其他的耳片，一定要轻拿轻放，不能把木耳碰坏了，要保证这个木耳的完整度和新鲜度。摘完啊，就放那个油皮纸袋里，就那个。行，好，你放心吧，我和你王婶一定会小心的。娘，我这差不多了，我呢先给秦掌柜送过去。秦掌柜说了，这木耳啊可是贡品级食材，你和王婶啊多摘点，晚上拿回家吃啊。早点下山。放心吧，我和你王婶能相互照应着，赶紧去吧啊。哎呦，沈兄弟，这么早啊？这背篓里是我要的高山木耳。当然了，秦掌柜，我一大清早去摘的，新鲜的很，还有露水呢。哎呦，肥厚有弹性，完全没有虫蛀，菌香浓郁，这不愧是贡品级别的珍稀食材啊！哎呀，沈兄弟，你可真是在下的救命恩人。哎呦，不敢当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沈兄弟拿400两银子来。是掌柜的。掌柜的，这是400两，你收好。又给你们弄了几双鞋啊，你拿着。看你，没事儿。来，给你买的蜜饯，你尝尝。蜜饯，娘，哥给我们买了蜜饯。快尝尝。王婶，这是给你买的，你也尝尝。还有我的呢。哎呀，谢谢。还有这个，这3两银子是你采木耳的工钱。
不是，你这咋又给我钱呢？我不能要，你这上次就给我钱了。再说了，我帮你们呀，这都是顺带手的事儿。你说你家前几年难的时候，我这也没帮上啥忙啊。这瞅着你们现在这日子越过越好，我这心里也开心。我上回拿你那钱，到现在我心里都过意不去。说啥这回这钱我不能要，不能要，这蜜饯我收了。王婶儿，这个呀是工钱，这日后啊我还得经常上山，那不还得找您帮忙吗？哪有能让你白干活呀？你要是不收的话，那我以后真不敢找您帮忙了。不是，你说他这孩子怎么这么轴啊？你就收下听之意的吧。啊，你说说你刚才是不是连夜给我们一人纳了一双鞋底啊？咱们现在呀，既然之意有本事了，我们就得一起把日子过得更好，不是？啊，不是大姐，之意，你看你这每回都给我这么多钱，我要不是有你们的话，我家这几个孩子到现在我还穿着这个烂不丁的衣服，哪能像现在一样，这3天2头还能吃顿白面馒头？不是我这都是托了你们的福。哎，娘，这做的什么呀？这么香？哦，我拿木耳炖了肉，你赶紧去洗手，一会儿我们吃饭啊。王婶，你留下来一起吃吧，娘炖的肉可香了。对，一起吃。行，那我就厚脸皮留在这儿吃一顿。来，快尝尝。这闻着就好吃，真香，这比上一次的野兔肉还香。你可慢点吃啊，还有呢。哎呀，这确实香呀！你说这宫里的人就会吃哈，这比那市场上的木耳嫩多了。还不够，我要靠风铃赚更多的钱。沈小哥，你几日没来了？我们许管事老是念叨你。哎，沈老弟，你来了，快去把野菜搬进去。是，麻烦了。哎，老弟，今天你这马跟昨天的不一样啊。哎呦，哥哥好眼力，这是我从高丽新买的马，我给它起名叫高丽新马。高新马，嘿，名字是不错，就是肤色黑了点儿。哎，老弟啊，还是你给的野菜新鲜。不过这山上有没有大枣？客人现在天天嚷嚷的要吃这大枣蜜饯。枣啊，这我还真没留意过，我给您上山找找。那行，沈老弟，只要你说能找到，那保准能成。嗨，那我就等着你的枣。成，那我现在去给你找，尽快给你答复。好，小二。许管事，荠菜和马齿苋都是100斤，一共3两500文。沈小哥，你拿好。成，那我就告辞了。等着你。风铃，今天我们找枣树，你看一眼向阳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山上没有枣树？嘿，风铃，果然没有你找不到的东西。这么大一片，许管事应该会很满意吧？我先给他摘一杯篓，明天再带王婶跟娘上来摘，一会儿我可以多摘一点，剩下的给知月做果脯吃。今天先给许管事送过去一杯篓，好让他放心。沈兄弟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没有找到枣树吗？找到了，山上一堆呢，我就给你采了一点回来。我寻思啊，明天采多点再给你送来。哎呀，现在的客人呐，真是越来越刁钻了，想吃的这些东西可真是不好找，可真是辛苦兄弟了。这枣不错，可是这山上还有一堆呢，你确定你都要？都要。我们风月楼啊，在县城里还有好几家店，这些枣可不够用啊。沈兄弟，这枣颜色通红，口感清甜，1等1的上品。这样我给你按50两1斤，可好？成，那就都听您的安排。没问题。这10两银子就
就当成是定金，明天你把枣送来。哎，多退少补。哎呦，好，那我就先回家安排摘枣的事儿，先告辞了。那我就在此等你。你可真行，啥都能让你找着。娘，这背篓啊都装满了，我先拿到车上给徐管事送过去啊。行，我跟你王婶子呀还带了布袋子，我们一会儿再装一点，一会儿晚上见。行，知月呀，你呢就听娘话，千万别乱跑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不错，老弟啊，我就知道这事情交给你准差不了。多谢徐管事照顾啊。来，这是说好的100两银票。哎呦，这个是东家给的。徐管事，这是？这500两呢，算是山货之后的定金。以后啊，不管你收到什么山货，都优先考虑我们风月楼，一定高价收购，咱们以后一块赚钱嘛。哎呦，徐管事，那请你帮我谢谢东家的，以后咱风月楼需要什么，我一定送来。哎，没问题。哎，告辞。哎，知意回来了，快歇歇。你是不是又偷吃了？没有，我没偷吃。娘，这是今天赚到600两。大枣卖了这么多吗？哎，没有，枣啊卖了100两，那500两是之后我们供货的钱。哦，500两加上之前的得有1000多两了吧？知意呀，你这不到1个月就挣了这么多呀？娘，我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，你跟知月什么都不用干，享福就行。哥哥也要跟我们一起享福。好。娘，我一会儿上山啊，采点新鲜的那个野菜，给风月楼送过去。行，你自己小心点，别去危险的地方啊。哎，放心吧，娘。路上小心点。哎，是沈知意沈兄弟家吗？哎，朱掌柜，您怎么来了？突然登门，实在抱歉。只是我昨日未能在镇上寻到您，才打听了你的住处。朱掌柜，您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沈兄弟，请看，京城的老主顾急需这种野生天麻，出价700两，收50斤。只要你能找到，我再给你多加50两的辛苦费。哎呦，朱掌柜您放心，我肯定能找到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你是准备上山采药吧？那我就不多耽误你了。成，朱掌柜，您在药铺等我，我找到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。好。告辞。风岭，今天找野生天麻，靠你了。不错，是野生天麻。风岭，好样的！这品相比朱掌柜带回来的样品好太多了。风岭，这附近还有别的吗？风岭，你现在找宝贝越来越快了。这差不多够了，先去镇上给朱掌柜送过去。哎，是枸杞。枸杞这东西不光能当水果吃，还能入药。采一些回去给朱掌柜，他应该也收。这可是上等的野生天麻呀，而且根茎完整，没有一点损伤，比我预期的还要好。哎呀，沈兄弟，你可真是高人啊！带来的药材品相都这么好。朱掌柜，你满意就行啊。对了，我在找这野生天麻的时候啊，找到一片枸杞，我顺手摘了一点，不知道您收不收啊？我看看。收。野生枸杞可是好东西，既能当药材入药，又能做药膳。而且你这枸杞果实饱满，颜色鲜艳，效果肯定更好。
快，伙计，拿钱过来，快！沈兄弟，这里是760两，之前天麻说好的750两，枸杞就不用称了，算10两。以后还要多靠沈兄弟给我们找上好的药材呀。哎呦，朱掌柜放心，我一旦找到上好的药材，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。太好了，告辞。哎，秦掌柜，我听你伙计说，你找我。哎，沈兄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盛海，盛兄，他是个走南闯北的海商，他在京城和江南有些路子。秦兄，这位就是您常给我说的沈兄弟。看着倒是实在。我叫盛海，是一个经常出海的海商。见过盛掌柜，在下沈之意。哎，秦掌柜，您今儿个叫我来这个书斋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沈兄弟，是这样的，盛兄有笔生意想跟你谈。盛兄在江南商后要提供一批野核桃，可是他左找右找，那些个商货贩子就是凑不齐，而且这野核桃的质量也差，所以想让你给他找一些这野核桃。沈兄弟，你看一下，这种品质的野核桃能不能收得到？你要收得到的话，我出100两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盛掌柜，这野核桃我倒是能给你找到，但是这500斤可能有点多。这样，您给我3天时间准备，3天后我给您送来。秦兄弟一直说你是有本事有魄力，今天一看，确实是个能人。这是50两定金，你先收着，剩下的等货到后一并付清。盛掌柜，太多了，20两银子足够了。哎呀，沈兄弟，这盛兄是个讲究人，你就收下吧。他其实是怕你半途反悔，毕竟500斤野核桃那可不是个小数目。秦掌柜说的对，这批货要在霜降前要送到江南，耽误不得。这沈兄弟啊，我就在这书斋等你3天，到时候如果你货到了之后，以后商货优先找你定。多谢盛掌柜信任，您放心，3日之内我一定给您送来，保证品质上乘。那我就静候佳音了，告辞。秦兄啊，你就这么信得过他？盛兄，你是不知道，之前我找的那个水果笋就是沈兄弟帮我找到的。你的这个野核桃交给他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呀肯定会给你个惊喜。秦兄的话我自然是信得过的，那我就放心在这里等着了。凤玲，这附近有没有大片野核桃？量要大。王婶娘，咱们呀往西边走，我记得那边有一大片野核桃，走。行，走走。哎呀，知意这孩子真行啊，什么好东西都能让他找着。那这样，我把核桃打下来，你们负责捡。行。哎呦，这么多核桃呀！这别说500斤了，1000斤都得有啊！大姐，你看这核桃多好呀！你说知意这孩子，什么好东西都能让他给找着。我这一天呀，跟着你们沾光，这让我也赚了不少钱。这要放以前，我想都不敢想。知意呀，是越来越懂事了。王婶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以后让你赚更多钱。这样吧，咱们先把这核桃啊先拿回去，把壳卸了，我再给盛掌柜送过去。好，这比我想象中的野核桃还要好。沈兄弟，你这本事让我刮目相看呀！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核桃称一下。哎，是。掌柜的，一共1060斤。盛掌柜，如果您只收500斤，没关系，那剩下的我再拉回去。这些我都要了。沈兄弟啊，咱们说好的，先给你200两，剩下的那60斤，我就拿这些碎银子顶。还希望沈兄弟不要计较。盛掌柜，咱们说好的200两就够了，
那剩下60斤啊，算我给您的见面礼。哎，沈兄弟啊，你这般大气，倒显得我有点小气了。实话跟您说，这次我找你买野核桃，实际上是想试试你的能力。试试我的能力？对，其实我是真的找野核桃，我主要是给一些京城的达官贵人供货。这次咱们是第一次合作，虽然这次有秦兄的担保，但是我还是想谨慎一些，还希望沈兄弟莫怪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我这儿有笔真正的大生意，想交给沈兄弟。京城有一位王爷想要50斤猴头菇，品质要求绝对好，出价20两1斤，一共1000两。沈兄弟啊，这生意接不？一次就赚1000两，风铃可真是我的财神。哎呦，盛掌柜，猴头菇我能给你找到，还是老规矩，3天内我给您送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沈兄弟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。这个是50两定金，剩下的等货到后付给你。多谢盛掌柜。可算是回来了，都这么晚了。跟盛掌柜谈了笔生意，回来就晚了些。哎呀，行了，这一阵回来了，咱这核桃也剥差不多了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哎，王婶，这个呀是今天的工钱。哎呀，你怎么又给我这么多钱呀？你说这村子里的人这干一天才10几文钱，你又给我这么多，以后会更多的。那行，那我就收下了啊。你以后有啥你就直接说。那咱们明天还上山吗？哎呦，明天我自己去就行，你们在家待着就好啊。风铃，帮我找找哪有猴头菇。好呀，那风铃，我就知道你能找到。个头大，绒毛完整，没有虫蛀，一看就是上等品。嘿，风铃呢？灵芝，嘿，是灵芝。伞盖完整，纹路清晰，一看就是上乘品质。凤良，你这真是太会给人惊喜了吧？这灵芝啊，又被称之为仙草，肯定能值不少钱。绒毛完整，菌香浓郁，这是没有任何损伤，这是我见过的猴头菇里最好的品相。沈兄弟啊，您这本事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。拿过去称称。是，掌柜的。盛老板，给您。掌柜的，一共55斤。这个是950两，加上之前的50两，还有你多余的5斤，这是100两。以后我这边的山货找你定了。多谢盛掌柜，以后您要是再需要什么山货，派人告诉我，我第一时间给您送来，保证品质顶尖。哼，盛兄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想要上好的山货，找沈兄弟准没错。哎呦，不敢当。嘿，我这做海商好多年，见过不少商贾贩子，但是像沈兄弟这样又实在又有本事的人，我还是头一个见。那多谢盛掌柜了，我呀还得去趟永安堂，先告辞了。哦，沈兄弟还有事的话，就请自便。盛某再次感谢沈兄弟，告辞。沈兄弟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药铺？难道是得了什么好东西？确实是好东西，来，您看看。这是灵芝？哎，确实是灵芝。朱掌柜，您看看这灵芝品相如何呀？太满意了，这可是上等的野生赤灵芝。哎呀，我前些日子没少向京城的药商打听，想收几朵好灵芝，但都找不到。没想到你居然能找到。朱掌柜满意就行。太满意了，这灵芝沈兄弟卖给我行吗？我给沈兄弟500两。
这灵芝这么值钱，不过灵芝确实少，能找到这一株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都听朱掌柜安排。好，快去账房拿钱。哎，好嘞。托沈兄弟的福，我这有生之年也能见到一回仙草了。沈兄弟这运气可真是不一般啊，这是我们这些旁人羡慕不来的。收起来。沈兄弟得到这么好的宝贝，能先想到我朱某，是我朱某的荣幸啊！还是朱掌柜识货呀！哥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卖猴头菇的钱。是娘，一共是1100两。我摘猴头菇的时候，偶然发现一株灵芝，朱掌柜500两银子收了。就一天，你就挣了1600两。嘿，知意啊，你真的是越来越让娘省心了。咱们家以后再也不用受穷了呀。娘，我们家有这么多银子，能买多少糖呀？以后知月啊，你想吃多少吃多少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钱不够了，哥哥会再赚的。真的，哥哥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。从刚开始的几文钱，到现在的1000多两，知意，你真是长大了。这些钱娘都给你存着，以后啊，给你娶媳妇儿用啊。哎呀，娘，这些钱啊，您花在自己和知月身上就行，我还不想成家呢啊。好，好，娘啊，都听你的。嗯。哎呦，沈兄弟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什么事儿啊？还是京城来的那名贵客，他之前吃了咱们的蜂蜜桂花糕，觉得非常不错。这一次啊，要在咱们酒楼办一个燕窝宴。哦，这次来的都是县城的官员和京城来的富商。我想，这上城的燕窝也只有沈兄弟你能搞来了。燕窝，这东西可不好搞啊！你什么时候要？要多少？至少需要20两燕窝，每两燕窝呢，我给你算30两银子，一共是600两银子。掌柜的说了，这上城的燕窝确实难弄，如果5日之内可以搞到，再给200两赏钱。800两，这么贵的东西，怕只有皇宫才用得起吧？哎呀，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沈兄弟，你要是觉得这事儿能办成，我现在就给你付定金。风铃在肯定能找到，只是燕窝大部分在悬崖处，还在树上，需要买些绳索钩子才行。成，5天之内我一定给您送到。我打小看你这孩子就行，快把野菜搬进去。是。哎，把定金拿出来。是。徐管事，野菜一共3两银子，这50两是您要的定金。好，钱你收好。那就多谢徐管事了，我上山一趟。告辞。那我就在此等候你的燕窝。好。凤玲，今天我们找燕窝，你去注意一下悬崖上的石缝，尤其是向阳的地方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树上。凤玲，你不光找到了燕窝，你还找到了这么多呀！哎呀，这燕窝崭新完整饱满，色泽晶莹，没有一点绒毛，一看就是特写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东西纹路复杂，做工精细，不像是普通农家能有的呀。难道是前朝的青铜爵？这燕窝也差不多了，先去给徐管事送过去，再去黑市上问问，这青铜爵能值多少钱？哎，凤玲，这青铜爵是你送给我的吗？哎呀，这山里的东西可真不少，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能赚够1万两了。哼，
哎，这不就是沈兄弟吧？徐管事没少在我耳边唠叨，说沈兄弟不仅能找到稀有的山货，而且都是1等1的品质。我们风月楼最近生意红火，也全靠沈兄弟送来的货好。徐管事，这位是……哦，忘了介绍了，这位呀是我们风月楼的掌柜，这一次从京城回来，特意想跟你见上一面。掌柜的，徐管事，这燕窝我给你们带来了。掌柜的，您看这燕窝展形圆润，摸上去光滑细腻，泡发之后肯定透亮，比这京城特供还要好上不少呢。哦，太好了，沈兄弟，你真是帮了我风月楼大忙了。小二，来嘞，快把这燕窝送到后厨，再拿800两银子过来。是掌柜的。给徐管事。这里面呢是800两银票，你点点。哎呦，徐管事，这钱我不能收啊！您之前已经付给过我50两了呀。那50两是我们风月楼和沈兄弟的合作诚意，一码归一码。这些银子，请沈兄弟收下就行。那就多谢掌柜的和徐管事了。以后咱这风月楼再需要什么山货，我一定给您送过来。沈兄弟放心，以后只要我们风月楼开业1天，咱们的合作就1天有效。沈兄弟改日一定要带着家眷来我们风月楼，徐管事一定要好好招待。掌柜的放心，这沈兄弟啊，现在可是我们风月楼的贵客，一定好生伺候着。天快黑了，先去鬼市那边看看。掌柜的，徐管事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再会。这沈兄弟确实不错，一定要打好关系。以后我们这风月楼能做多大，就看沈兄弟了。明白。这鬼市的规矩虽然是不问出处，只论品相，但也容易被骗呀，得谨慎一些。小哥，买什么？您认不认识这青铜器啊？这看着就是普通的青铜爵，看这锈迹，顶多是前几年农户家丢的灶上的物件。给你20文，买不买？普通农户家能有品相这么好的青铜爵？好东西我见多了，这个就不值钱。你要不卖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这摊主太不识货了，这么好的青铜爵，钱都送到他面前了，也抓不住。小兄弟，我刚看你那青铜器有些年头，但纹路太模糊，估计是假货。这鬼市上的东西真真假假，很多人并不懂得分辨。多谢提醒。这位小哥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老先生，您是？刚才您的铜器我看了，确实是前朝的古物。不过这个地方说话不方便，我们换个地方。走。赶快把东西放在布上，别碰坏了，慢点。老先生，您认识这青铜爵？认识。哎呦，小哥，你看，这是前朝中期的饕餮纹呐，纹路这么清晰，拐角处还有回纹装饰，这可是典型的宫里工匠的手法呀，民间可是没有的。品相这么好的青铜爵，真是罕见呐。您的意思是这青铜爵很值钱？小哥，这是宝贝啊！我在鬼市做了30年的生意，这么好品相的青铜爵，第一次见呐。那老先生，这青铜爵具体能值多少钱？我给你这个数，3000两银子，整个鬼市不会有我出价再高了。3000两，您此话当真？真的，真的。来，这是3000两银票，你点一下。小哥啊，你可让我开眼了呀！这青铜爵，如果让不识货的人收走，那可就可惜了呀。一个青铜爵就卖3000两，回头得让风铃再找找，山里还有什么宝贝。老先生，那这青铜爵我就卖给您了。好。哦，小哥，
我问句不该问的，这青铜诀你是从哪里获得的呀？哎呦，老师傅，我这上山采药无意中发现的。您要是问具体位置，我还真有些忘了。哈哈哈，老夫姓刘，在这鬼市中经营30年了，算是小有名气。你以后有这样的好物件，第一时间拿给我呀！我在京城有些老主顾，他们最喜欢这些玩意儿，到时候的价钱肯定给你的绝对公道。在下若是有，一定会来找您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小哥，你如果没有其他东西要卖，还是赶紧回去吧。这鬼市啊，到了后半夜不安全呐。多谢柳先生告知，在下告辞了。好的。娘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这么晚都还没回来，我哪睡得着呀？知月这孩子也非要等你回来呢。哥，知月一直陪着娘呢。知月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滚灯，是滚灯，谢谢哥。娘，这个呀是今天赚的银子，你和上次赚的收好。100、200、3000两，是3000两。这盒子里面呀装的是800两。你是在山上找到什么山货了？怎么能卖这么多银子呀？知夜，咱们家已经赚了不少银子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做危险的事情啊！哎呦娘，你放心吧，不危险。我偶然呀找到了一个青铜诀，我把它卖了，才赚了这么多钱。来娘，这个送给您试试。这孩子，娘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戴什么簪子呀？娘不老，娘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。沈兄弟，京城的李公子上次买了人参之后十分满意，又托我找50年的何首乌，说是要给老母亲补身体，出价300两，但我这药铺只有20年的，这钱呢我是赚不了了，但我相信沈兄弟一定能。好，朱掌柜，一会儿啊我便上山看看。这是李公子给的50两定金，上次的灵芝李公子很满意，今后李公子再需要什么，我便直接找沈兄弟。朱掌柜，这定金呀您收好。沈兄弟这是何意？难道是何首乌不好找？不应该啊，上次的灵芝你都找到了。如果不是朱掌柜您啊，我根本接不到这单生意，所以啊这50两定金就当是您向我引荐李公子的谢礼了。哎，我也没做什么，李公子是在下的朋友，我也只是在中间传了几句话而已，沈兄弟不必如此啊。朱掌柜啊，您要是不收啊，这生意我还就真做不成了。哎，好吧，那我收，那我收下，但是仅此一次，沈兄弟日后可不许再给钱了啊。好，那朱掌柜，天色还早，我便上山一趟，告辞。沈兄弟，万事小心啊。好。哎，方玲，这次我们要找50年的何首乌。还好这何首乌长在靠上的位置，应该不难摘。这何首乌的根茎快跟我小臂一样粗了，还有云锦纹，这也得有上百年了吧？方玲，这山里还有什么好东西是你找不到的呀？方玲，你是说这山里还有好东西啊？上次青铜诀卖了3000两，这次也不知道风铃找到什么好东西。哎，那块石头看起来不普通，去看看。
这石头的纹路有点像虎皮，形状也是卧虎的样子，有点意思。先挖出来看看。声音清脆，像玉石碰撞的声音。这石头颜色发亮，纹路分布也很规矩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奇石？先去镇上，把何首乌给朱掌柜送过去，再去问问柳先生就知道了。嘿，沈兄弟，这才1日你就找到何首乌了？这个是我在密林深处找到的，朱掌柜您看看品质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是沈兄弟找到的药材就没有差的。你看这何首乌，根茎粗壮，须根细密如银线，表面泛油光，是真正的地金品相。沈兄弟，这里是250两银子，你收好。多谢朱掌柜，我这就给李公子送去，他肯定满意。好，以后李公子再需要什么，我再告知沈兄弟。告辞。告辞。小哥，你又来了，这回带的什么宝贝啊？上回的青铜诀，张老爷非常喜欢呐，托你的福，我也挣了点小钱。是这样的，柳先生，我呢在山上捡了2块石头，我觉得吧，它跟普通石头不太一样，我想拿过来给您瞧瞧。哦，这摸起来温润如玉，滑如凝脂，这黑底是墨玉质啊。小哥，你看这石头的光泽也与众不同啊，特别是这花纹，堪比虎纹呐。小哥，你捡到宝了呀！这是灵璧石啊！哎呦，我就以为这石头不普通，灵璧石，它还有名字呢。当然有了，这灵璧石以前可是皇家的贡品呐。尤其是这种墨玉卧虎纹呐，这京城的士大夫抢都抢不到呢。不过你这质地和纹理啊，我要仔细再看一看，以防是仿品呐。这可是风铃带我找到的宝贝，怎么可能是仿品？柳先生，尽管查验。哈哈哈，好好好。这卧虎纹要连贯，墨玉底要通透，盘音要绵长。柳先生这反应比看到青铜诀还大，看来能卖不少钱呀。真品呐，小哥，这是真品呐！这2块石头我都要，5000两银子。5000两？你要嫌少，我再加100两。哎，就按5000两。日后啊，我要再寻得什么宝贝，还请柳先生帮忙鉴赏。哈哈哈。这是5000两银票，多谢柳先生，客气客气。哈哈哈。哎，娘，知月，来，知月，我给你买的糕点。谢谢哥，有糕点吃啦。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娘，我呀。买了些粮食，天气冷了，我就买了些被褥。你把钱都给家里了，以后这种事让娘去买啊。不用娘，你看，这个呀，是今天挣的钱。这么多，5000两，前2日刚赚了有3000两，这又是5000两。短短数日，日夜，你挣的得有1万两有余了吧？娘，日后啊，咱们的钱会越来越多的。你呀，得换一个大点的箱子了。呸！沈之意，你他妈可真是走了狗屎运了！原来咱们过得一样差，现在你居然赚了这么多钱！沈之意，你给我等着！张老三。哟，这不云深村的王虎吗？
这次谁又惹你了？赵老三，帮我办件事儿。先说好，杀人放火的事我可不干，我可不想再被关进去。谁用你杀人放火了？这样，你今儿晚上去那个沈之义他们家，帮我拿件东西。这东西啊，他就放在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20两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他家里能没个防备？哎呀，那个沈之义他就是个农夫，那家里就一个老娘和一个妹妹，他能有什么防备？放心吧，事成之后啊，绝不赖账。行，今夜三更，你把我送过去，然后去村口等着，我把东西拿到手之后给你送过去。行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是失了手，可千万别把我供出来。我赵老三混迹江湖多少年了，从没栽过。放心吧，东西保证给你。王虎还真是贼心不死，只有2个人能对付。冷静，等他拿到钱，放松警惕的时候再动手。这么多钱，好你个王虎！原来是让我来偷钱的，这么多钱居然放在这么好找的地方，我该被……别冲动，别动！少侠别冲动，我把钱还给你就是了。抓贼了！抓贼了！我们家进贼了！李正爷爷，快来抓贼呀！别动，贼在哪里？就是他。这小子看着有些眼熟啊，这不是镇上正在通缉的逃犯赵老三吗？不是我你们认错人了，我没有偷钱，你赶紧把我放了。我现在银票还在你怀里，还狡辩？来的路上已经让人去请衙役了。是王虎指使我这么干的，我都是被逼的。你们千万别报官，再进去我就出不来了。又是王虎现在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竟然勾结逃犯来偷村民的钱。给我进去！给我进去！进去！李正，我刚才看见王虎在外面鬼鬼祟祟，不知道又憋着什么坏。王虎，这一次人赃并获，我看你怎么狡辩。慎刑的原委，我们已经听到了。王虎，你可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两位大人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一定改，可千万别把我抓到大牢里去啊！那可不是人待的地儿啊！求求了！现在知道错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赵老三，衙役大人，他真的是那个逃犯赵老三？这赵老三是你们谁抓到的啊？这位大人，是我。这赵老三平时没少偷东西，前阵子偷了一个大户人家的传家宝。这户人家说，如果有人能提供赵老三的证据，愿意出1000两银子。这是1000两银票，拿着吧。多谢大人。王虎，你勾结惯犯赵老三，盗窃沈家财物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跟我回县衙。走。哎，这赵老三，我你！没想到抓个贼还赚了1000两。风凉，你可真是神了。风凉，上次的灵芝还有灵璧石都卖了个好价钱，这箱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稀罕物件啊？小溪，
难道这水里有宝贝？这石头比普通石头要重，表面光滑，内部通透，没有杂质。难道是玉石籽料？先把这3块玉石籽料带回去给柳先生看看，就是不知道他收不收这东西。凤良，太好了，咱们先回去，把这些石头给柳先生。走。小哥，你这货可一次比一次厉害了呀！柳先生，您的意思是这3块真是玉石籽料？玉石籽料，这可是阳之玉籽料，玉中之王，普通的人见也见不到呀！真是阳之玉啊，那能卖不少钱吧？小哥，你运气也太好了。有风铃在，运气当然好。老孙，你又不收这些东西，就不要在这瞎掺和了吧。柳先生，那这玉石籽料，您收不收呀？这些东西我可收不了。不过我知道京城有位夏掌柜，专收玉石，他就住在城东的客栈里。哎，天也快亮了，我这就带你去找他。那麻烦柳先生了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走。这阳之玉籽料是玉石中的翘楚，这2块大的可以做玉牌，这块小的可以做玉佩。好玉，好玉呀！夏掌柜，那这3块玉石籽料，您打算多少钱收啊？大的6000两，小的3000两，一共15000两。沈兄弟，如果愿意卖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拿银票。15000两啊！师兄弟，夏掌柜为人厚道，不会亏待你的。我卖。这一共是15000两。沈兄弟以后若是再找到玉石，一定要先来找我。一定，一定。山里既然能找到玉石籽料，一定还有别的玉石。今日天色还早，还能再去到山上。那2位，我就先行告辞了。哎，好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凤良，虽然你已经帮我赚了快3万两，普通人一辈子也花不完。不过呀，我必须得赚更多的钱，给娘跟知月一个保障。这石头看起来像翡翠。真的是翡翠原石，这一大片山谷里全是，这下可真是衣食无忧了。这颜色真正，先带几块回到镇上，给夏掌柜看看值多少钱。哎呀，沈兄弟，这又折回来，不是要反悔吧？哎，夏掌柜，你这说的哪门子话呀？我呀，又给你带个好东西。嘿，哎，您看看。夏掌柜，这东西是翡翠吗？这确实是翡翠原石，质地细腻，触感温润如纸，肉眼看不到一点杂质。这种绿极为罕见，只有帝王才能用啊。夏掌柜，那这翡翠能卖多少钱？这块这么稀有，1万两。夏掌柜，那我要是能给您带来更多，您还收不收？小兄弟，不是说笑吧？你有多少？哎呦，那可太多了！只要夏掌柜需要，我一定给您带来。收，无论多少，全收，无论大小，
不过沈兄弟要保证原石的完整性，千万别弄上裂痕呐。夏掌柜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小心。没想到这小地方还有沈兄弟这号人物，能采来这么多翡翠原石。你放心，我准备好银票，等沈兄弟的原石。那就多谢夏掌柜了。风铃，你这是给我找来一座金山啊！告辞，告辞。回来了，哥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哎，娘，你戴上这个发簪更好看了。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？你最近啊早出晚归的，都瘦了不少，你得多吃一点啊。哥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哥去镇上了。娘，这是今天赚的钱，您说好。这么多，这得有22000两。这山里是什么宝贝，能一下子卖这么多钱啊？就是一些石头。有人愿意出高价买，娘你放心吧，既没有危险，赚的呀也都是干净钱。这孩子说的话，娘呀不担心这钱的来路，娘只是有点心疼你，这些钱够咱们家几辈子花了，别再去山上了啊。娘你放心吧。哎娘，我有件事啊想和您商量一下。啊，你说。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宅子，这样您和知月住的也舒服，我做生意呢也方便。有道理，行，听你的。哥，你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住大房子了？当然了，知月，以后你就有自己的屋子了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知月也有自己的屋子了。哦，娘，还有件事儿啊，等买了宅院之后啊，我想给知月请个教书先生，教他读书认字儿。你想让知月读书？读书啊，可以开阔眼界，长大之后也能明事理，不至于干些愚昧的事儿吧？太好了，知月也可以读书了。知意啊，你现在真的变了，对事情考虑周详，又肯为妹妹谋划，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啊，都听你的。娘，咱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来，吃菜。